在黑龙江省阿城县有一个村子，因为村子附近有一座古城的遗址而得名城子村。可惜长久以来，村民们都不清楚那座古城究竟是什么来历。直到1988年的一天，在城子村出土的一座古墓解开了古城的奥秘。这座墓是一对男女的合葬墓，考古学家发现，这对男女的来历都不同寻常。一个在墓中沉睡了1000年的女子，竟穿着如同今天大街上性感女性穿的吊带裙、长腿袜，而她的身份更是揭开了一段弱国不敌强国，女性被俘虏沦为性奴的不堪历史。墓中发现的随葬品也是精美绝伦，这些随葬品解开了历史上的很多未知之谜，被考古学家称为北方马王堆。下面就让我们揭开这座古墓的神秘面纱，了解这座夫妻合葬墓背后掩藏的那残酷而悲凉的历史。故事发生在1988年的黑龙江省阿城县巨源乡城子村。这一年，外出打工的村民老李回家，打算翻修一下自己的老房子。老李先是用推土机把旧房子推倒，然后重新挖掘地基盖新房子。一群小伙子们正在热火朝天地挖土，忽然其中某个人一铲子下去，铲到了某个硬物，震得他手臂发麻。众人清理了地面后，一块神秘的石板出现了人们面前。众人互相看着，都不明白这块石板究竟掩盖着什么东西。老李有些发怵，毕竟这是他的祖宅，难道祖先在祖宅下面镇压了什么东西？老李不敢乱动，不过现场的小伙子们好奇，就合力把石板掀开了。石板下面居然还有一张木板。这个时候老李才意识到，这不是什么普通的石板，而是一个埋在土中的巨大石椁，里面的木板则是棺材盖。老李知道这是文物，因此他不敢怠慢，立刻将此事层层上告，最后通知到了阿城县副县长洪仁怀那里。洪仁怀是凌晨4点钟接到的电话，等到听清了对面说的事情后，洪仁怀顿时睡意全消。那是文物局的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电话告诉他城子村发现了古墓，文物局已经连夜出动，但这个古墓事关重大，必须有他在场才能发掘。从这个细节，洪仁怀就可以知道，这座古墓着实非同小可，否则不会让他亲临现场。洪仁怀赶到现场的时候，文物局的工作人员已经在现场等待着了。此前发现古墓的消息传出去以后，附近的村民已经陆续赶来看热闹，现场被看热闹的村民们围了好几层。文物局的工作人员经过探查，发现古墓棺材已经被好奇的村民掀开了一角，据村民们所说，里面有一具金光闪闪的尸体。尸体怎么会闪着金光呢？虽然文物局的工作人员非常好奇，但他们也不敢妄动。等洪副县长到位后，在他的见证下，文物局的工作人员才合力打开了棺材。如同村民们形容的一样，在掀开棺盖的那一刻，果然有金光从其中迸射而出。考古人员定睛仔细看去，才发现了金光的来源。原来棺材里不是一具尸体，而是2具。至于那些金光，则源自尸体身上那极尽奢华的丧服。2人身上的丧服虽然经历了不知多少年的岁月，依然光亮如新，夺人双目。棺材中的2具尸体是一男一女，这具女尸穿着一身看起来非常特别的丧服，这身丧服的上身是轻薄的丝织品连衣裙，丝织品连衣裙上还闪射着光亮如新的金光。这条连衣裙的形制就像现代的女性晚礼服，从胸部以上敞开，然后用吊带挂在肩上，下面大约延续到膝盖位置。这条连衣裙的设计风格十分开放，可以把女性的锁骨部位露出来，就算是按现在的标准都是很性感的。从这件丧服中可以看出，这具女尸似乎不是汉族女性，更不像是墓主的正妻，原因就是因为这条连衣裙太暴露了，不像中原的风格，古代的正妻更是以端庄大气为标准，一般不会穿这种样子的衣服。考古人员在看这具女尸所穿的夏装就更惊异了，原来这名女性的裙子中竟然没有穿裤子，确切地说，
他穿了一种叫吊墩的裤袜。吊墩起源于东北的少数民族，其形态类似于现在的长筒袜，并不遮挡到裆部，只不过没有现代衣物的弹性，使用带子吊着，因此得名吊墩。这2件衣服一组合，就更能确认这具女尸的侍妾身份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年这名女性穿着这2件衣服，在主人面前轻歌曼舞的样子，会有多么的性感和开放。既然吊墩是东北少数民族的服饰，是不是就可以证明这名女性是一个少数民族的女性呢？还是不能证明，因为吊墩虽然是起源于东北少数民族，但早在宋代就流行于中原了。这里面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细节，就是北宋政府其实是命令禁止吊墩这种衣物的，但在民间，这种衣物劲儿不止，很多笔记小说都描写过吊墩的流行，那种禁令就像不存在一样。所以身着吊墩不能证明她就是一个少数民族的女性。考古人员再看这具女尸的面部，就更否认了她是少数民族女性的这种猜测。这具女尸的面部用一块金黄的丝绸覆盖着，这种覆盖物叫面帛。面帛通常有2个作用，一是死者死状难看，需要用东西遮挡一下；第二就是死者生前有愧对于列祖列宗的行为，为了表示无颜面对先人，就会用面帛覆盖。女尸的衣物保存状况非常完好，部分地方简直像新的一样，这一点令考古人员大为惊异。有人清除了一下面帛，准备揭开来看看，但在这个人的手指触及面帛的一刻，他忽然感到面帛下面似乎是有弹性的，这让考古人员喜出望外。难道说这名女性的面部尚未腐朽，还有肌肉组织？如果真的是如此，那就是一个大发现了。在发现这座墓的10几年前，考古学家刚刚从马王堆汉墓中发掘出了一具完整的女性尸体。联系那件事，再看看眼前这具尸体身上完好无损的丧服，考古人员觉得尸体的面部没有完全腐烂，也不是不可能。想到这里，考古人员不敢怠慢，立刻将女尸送入技术部门，用干冰保存了起来，以待请教其他专家以后，慢慢揭开女尸的秘密。保存好女尸之后，考古人员首先要面临的问题是，女尸所穿的连衣裙究竟是什么材质？为什么在过去这么多年以后还能光亮如新呢？丧服得以保存完好的第一个条件是环境，这是目前考古人员可以明确的。程子村处于一座小山上，地势较高，环境干爽，离地下水源也比较远，所以墓葬没有经历水土的侵蚀。另外，这座墓比较隐蔽，无碑无陵，难以发现，没有遭遇过盗墓贼的破坏，也是它保存完好的重要原因。不过，即便是环境好，丝织品也应该有自然的老化，为什么这种老化痕迹在这件衣服上都没有显示出来呢？要确认这件衣服的来源，首先就要给这件衣服断代，这就涉及到墓主的身份了。因为在古代，女性的地位十分低下，是男性的附属品，大部分女性甚至都不会留下名字，所以要搞清女性的身份，必须从墓中的男性下手。那么，墓主的身份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很快，考古人员在清理墓主的随葬品时有了发现，墓主的棺盖上放置着一面银质名牌，上面应该写明了墓主的身份。然而，这面印制名牌上面的文字却难以辨别，现场的考古人员看了许久，才辨识出开头2个字似乎是大明。这么说，难道墓主是一个明朝的高官？这是有可能的。从墓主的衣服来看，他穿的是汉人的服饰，最明显的就是头上包裹着的头巾，这是一种较耐盐的头巾，确实是标准的汉家服制，应该只有汉人才使用。然而，考古人员继续解读那面名牌，却否认了这个说法，因为在名牌的最后写着齐国王3个字，这就与猜测不符了。明代确实是有藩王的，但全部设在山海关以内，关外是没有的，更不可能把藩王埋葬在关外。而且藩王陵墓的规格很高的，有碑有陵，与现在的这座墓葬完全不符。如果说墓主是明代的其他高官，就更不可能用齐国王这个名号了。
考古人员在名牌上没有找到确切的答案，只好继续往下发掘，终于在墓主的尸身下面找到了一块官柜。所谓官柜，就是墓主人的名片，上面记载了墓主的详细身份。官柜的正面用墨书写汉字太尉仪同三司使齐国王，背面用墨书写防一座字样，这就证明了墓主不可能是明朝人。太尉这个职位属于三公，开创于秦代，到魏晋以后逐渐虚化成为荣誉头衔。明太祖时，太尉被废除，这个官职明代没有，因此墓主不可能是明朝人。秦汉魏晋唐宋都有太尉，但太尉仪同三司使齐国王这个名号只有两宋时期的金国才有，所以墓主人应该是金国的高官。很快，来自古代文字方面的专家也证实了这个说法。棺盖上的名牌是9叠篆书，所以难以辨认。正确的解读应该是太尉开府仪同三司使齐国王，与官柜基本相同。那么墓主人究竟是金国的哪一个高官呢？考古人员在翻阅史料之后发现，金国历史上一共有4个齐国王，他们按时间顺序分别是金太祖时期的完颜宗雄、金熙宗时期的完颜吴里卜、金海陵王时期的温敦思忠和金世宗时期的完颜彦。墓主人究竟是这4个人中的哪一个呢？考古人员可以很快就排除掉前2个，这是从墓主人所穿的衣服上看出来的。从现在流传下来的有关金国的画册上可以看出，金国的服饰与中原完全不一样。那么墓主人为何会穿着汉人的服饰呢？答案就是金海陵王完颜亮的改革。完颜亮在历史上被记载为一个暴君。金国人自之所以讨厌完颜亮，就是因为他严酷的改革态度。他曾经强迫让住在金国老家黑龙江开城的旧贵族搬迁到燕京，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并且很多墓葬都要迁徙，新的墓葬也不准在老家修建，必须要到北京。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陵墓就是在这个时候被迁到北京附近的，所以完颜阿骨打留下了2座墓，旧墓在黑龙江开城，新墓在北京。海陵王还一度废除了女真人的蒙安谋克制度，此举引发了女真贵族的激烈反对。正是因为海陵王完颜亮的这些严酷的改革激起众怒，他才在南征的途中被部下杀害了。海陵王引入了汉人的制度和服饰，因此在海陵王以后，女真贵族才有可能用汉人的服饰下葬，所以在海陵王之前的2个齐国王是不可能用汉人服饰下葬的。这个墓葬中的齐国王只能是后2个。另外，在墓中女尸随葬的连衣裙上也发现了线索，裙子的内部写有内行2个汉字，说明出自于皇宫大内。金国前期是没有内行的，正是海陵王在汉化改革中建立了内行。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墓主人是海陵王以后的2个齐国王之一。那么这个人究竟是其中的哪一个呢？究竟是温敦思忠还是完颜彦呢？这个问题就非常难以回答了，因为2个人的死亡时间很接近，只有30年，这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短短的一瞬而已。不过考古人员还是找到了切入点，那就是现代技术手段。历史上记载，温敦思忠死亡的时间在73岁，完颜彦出生时间不明，死于金世宗大定2年。而考古专家们经过技术手段探测，墓主死亡时年龄大约在60岁，与温敦思忠的情况不符，更有可能是完颜彦。可这个时候又有一个问题来了，就是完颜彦为何会被安葬在程子村？程子村属于开城县，开城就是金国的旧都。我们说过，金海陵王进行了严厉的汉化改革，不但旧都的坟墓要迁徙，就连新的坟墓都不允许在旧都附近建设，必须建在新都燕京附近。那么为何完颜彦的坟墓会出现在旧都开城附近呢？这个答案也能从历史上找到，那就是金世宗的回条政策。由于海陵王的严酷改革得罪了女真旧贵族，旧贵族合谋在南征途中杀死了完颜亮，还废去了他的帝号，贬为海陵王。之后贵族们公推了比较人柔的完颜雍为帝，就是后来的金世宗。
金世宗完颜拥有敢于海陵王的暴死，他不敢再用严酷的手段进行汉化改革，而是进行了某些回调。比如他恢复了被海陵王废除的蒙安谋克制度，只是缩小了使用范围。在丧葬制度方面，金世宗完颜雍也有缓和，就是允许德高望重的旧贵族落叶归根，死后回到旧都开城安葬。金国的汉化改革就是在海陵王快速前进，金世宗缓慢回调的情况下完成的。虽说金世宗总体上还是维持了汉化改革，不过手段比海陵王柔和得多，所以金世宗两头讨好。汉化派喜欢他维持了汉化政策，经过海陵王蹂躏的旧贵族也喜欢他的仁柔，金世宗就成了金国历史上的第一贤君，外号小尧舜。从这段历史变化上，其实也可以看出来，墓主人的身份更可能是完颜彦，因为温敦思忠死于海陵王时期，那个时期汉化政策还很严格，温敦思忠的陵墓更有可能是在新都附近。考古人员在考察完颜彦的生平，就更符合猜测了。完颜彦出生年不详，不过应该比较早，他在金太宗的时候就曾经参与过平叛，因而立功获封，后来更是官至太尉。他在海陵王时期曾担任过上京留守，就是旧都开城的留守，因病致仕，1年后死亡，所以曾经留守上京的完颜彦确实更有可能埋葬在这里。既然墓主人的身份已经明确，那么墓中女尸的身份应该也就明白了，她可能是一名完颜彦的侍妾，随完颜彦埋葬到这里。然而随着对女尸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考古人员却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那就是墓中女尸很有可能是一个汉人。这个观点的来源是女尸的随葬衣物和她脸上的面薄。经过对古代服饰专家王旭的询问，考古人员了解到，女尸随葬的连衣裙使用的布料很可能是传说中的金锦。金锦这种衣料据说战国时就有，到汉朝开始正式出现在各种记载中，当时是汉朝的丝绸之路上出口的重要产品，技术含量很高。不过历代都只见金锦的记载，没有见过金锦的实物，只有在唐代的法门寺地宫中出土了一片金锦的残片，那片残片很小，推测应该是一件裙子的一部分，只是已经无法复原全貌了。如果程子村墓葬中的衣物真的是传说中的金锦，那就是第一件完整的金锦实物，具有极高的考古价值。经过对这件金锦裙子的研究，考古人员终于破解了金锦是什么东西。金锦不是普通的黄色丝绸，而是技术极高的丝织品，它是用丝绸和很细的金线经过错落有致的编织而成。丝绸本来就是很细密的织物，在丝绸中混有金线，这是非常困难的，难怪会成为汉代出口的核心产品。金锦秘密的破解也揭开了这件裙子历经千年还光洁如新的原因。丝绸会老化，但是金丝不会，金丝被细致地编入丝绸中，维持了这件裙子的原貌。但是女真人是渔猎民族，不擅长耕织，他们怎么会有如此精美的丝织品呢？答案也能从历史中找到，就是来源于南宋的岁币。懦弱的南宋和金国进行过2次丧权辱国的和议，第一次就是高宗年间的绍兴和议，双方约为父子之国，就是从和约签订起，历代南宋皇帝都要在正式的国书里向金国皇帝叫爸爸。海陵王南征失败以后，双方再一次进行和议，也就是隆兴和议。这次和议中，由于金国战事不利，只好让了一步，约为叔侄之国，就是从那以后，南宋皇帝不用叫在爸爸了，只称呼叔叔即可。每次和议，宋朝都许诺了金国大量的岁币，岁币中就包含宝贵的金锦，这些金锦最后就都落在了金国的大贵族手中，地位极高的完颜彦当然能分到金锦，这就是这件金锦裙子的来源。金锦是极其珍贵的宝物，金国自己不能生产，南宋能生产的也很少，完颜彦会给这个女人身上使用这么多的金锦，说明这个女人的地位不一般，难道她是完颜彦的正妻？经过对女尸的技术检测，这个说法也被推翻了，因为墓中的女尸生前不是正常死亡的。
技术人员在小心地揭去女尸的面膜以后，发现女尸的头部早已完全腐烂，之前柔软的触感只是面膜带来的错觉。不过，即便只是遗骨，也能提供足够的线索了。女尸头骨的后面有裂痕，在女尸的胃部残留物中也发现了毒药的成分，这给我们描绘了这个女人的死因，她是在服下毒药未死之后，又让人敲击后脑致死的。也就是说，女人生前是被迫殉葬的。既然如此，女人就不是正妻了，因为历史上的正妻都是不会殉葬的，正妻和丈夫往往门当户对，都有家族背景，娘家人不会允许她被杀死殉葬。既然不是正妻，又为何会穿着的如此华丽，还用了极尽奢华的随葬品下葬呢？在女人的随葬品中，除了金锦裙子，那件玛瑙首饰也引人注目。据测定，整个玛瑙首饰都是在一块原石上雕刻出来的，这块原石非常大，极其珍贵。如果女人只是一个侍妾，为什么会用这么好的首饰呢？如果这些随葬品还能解释成对完颜燕本人的尊重，那么这张面膜就一定是对这个随葬女子的尊重了。只有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才会使用面膜这种东西，而且会使用面膜，说明她很有可能是一个汉人。那么这个女子的身份究竟如何呢？这个女子必须符合这几个条件：出身高贵但沦为奴仆，同时她又不是女真人。专家推测，能符合这个条件的女人很有可能是在靖康年间被金人强行掳去的北宋皇室成员。北宋末年，武被废除，军队战斗力虚弱，在金人骑兵渡过黄河的时候，北宋军队2万多人面对80名金人骑兵先锋，居然作鸟兽散，金兵直捣汴梁。宋徽宗连忙把皇位传给儿子，就是后来的宋钦宗，逃到江南去了。后来宋钦宗任用李纲为相，挡住了金兵，宋徽宗以为安全了，又回来收回地位。他罢免李纲，废除了和金人谈好的条件，金兵于是突然杀了个回马枪，将徽宗、钦宗二帝当场擒获。由于金兵这次来得太快，徽宗及皇室成员来不及逃跑，于是就都被掳掠到了北方。这些人后来的命运，中国的史书上没有明说，不过在朝鲜人留下的《靖康拜诗》里有详细记载。后来这本书在晚清时重新流回中国，人们才知道了靖康耻到底有多么耻辱。详细的细节可谓不堪入目。总体上说，就是北宋皇室的女性被分给了金国贵族，沦为了金国贵族的性奴隶。这些人符合出身高贵却沦为奴仆的条件，他们还是汉人。更重要的是，他们的遭遇都是些愧对祖先的事，金人出于对他们血统的最后尊重，可能就满足了他们下葬时用面膜的要求。这么说来，为完颜燕殉葬的女人应该就是北宋的皇室女性之一了。那么这个女人究竟是哪一个呢？技术人员从女性的骨骼上可以测定出，这名女性死的时候大约40岁，而且生前没有缠足。缠足之风始于5代，在宋代很盛行，就连皇室成员都有缠足，而眼下的这名皇室女性没有缠足，只能有一个解释，就是她被金兵掳掠到北方的时候还没有到缠足的年龄。符合这个年龄条件的女性就只有宋徽章的第20女赵金姑了。靖康之变发生的那一年，赵金姑只有7岁，还来不及缠足，就连同自己的姐妹被金兵掳掠到了北方。女真人没有缠足的习惯，所以在女真人之中长大的赵金姑也就没有缠足。后来她长大以后，应该就是被分配给了完颜燕作为侍妾。完颜燕知道赵金姑作为北宋皇室出身高贵，就给她配备了上等的首饰和从南宋进贡而来的金锦，把她打扮成了一个性感而高贵的玩物。后来完颜燕病逝在海陵王的汉化改革以后，所以她虽然被安葬在了旧都，但依然用了汉人的服饰下葬。至于她的侍妾赵金姑，则被穿上女真服饰后被迫陪葬。为了体现对这个前皇室成员的尊重，完颜燕的家人给她保留了最后的尊重，为她覆盖上面帛，以避免见到祖先时惭愧。时光流逝，1000年过去，
当他们的墓葬被意外发现以后，我们就看到了这令人惊奇的一幕：一个女真人用汉家服饰埋葬，而一个皇室出身的汉人则用女真服饰埋葬，让人感觉唏嘘不已。通过这处墓葬，我们回忆历史，可以说这处墓葬见证了金国和宋国、女真人和汉人在交往时的历史缩影。一方面是残暴的掠夺、血腥的战争和痛苦的奴役，在这个过程中，宋金两国都有重大伤亡，这一点甚至能从赵金姑的随葬裙子中体现。裙子上的图案是一种叫萱草的植物，萱草又叫萱楠草，象征着多生儿子的意思。正是残酷的战争让无数男性死亡，女真人才有了这种朴素的愿望。另一方面，这处墓葬也体现了双方的交往和融合，无论是完颜燕身上穿着的汉人服饰纳言，还是赵金姑身上穿着的女真服饰吊墩，其实最后都广泛出现于女真人和汉人双方的日常服饰中，这就是互相影响的证明。这座完颜燕的墓葬恰好向我们后人完美地展现了金国中期汉化改革的历史变迁。以上就是本期故事的全部内容，喜欢的观众麻烦您可以点个关注点个赞，眼见古今与您下期再会。